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鲍民。今天呢，我们要说的话题是东欧小国忽然冲到反华最前线，立陶宛到底想干什么？这两天呢，人口仅200多万的东欧小国立陶宛忽然冲到了反华的最前线。5月22号，该国外长兰斯伯格斯宣布退出中国和东欧的17+1合作机制。退就退吧，临走前呢，还高调指责中国借这个17+1的机制分裂欧盟。兰斯伯格斯还鼓动着其他成员国也退出这一机制，团结一致对付中国。他说，欧盟成员国的团结是与外部伙伴关系成功的关键，欧盟27国要团结一致应对中国。就在立陶宛做出这一决定之前呢，立陶宛议会刚刚通过一项决议，污蔑中国在新疆犯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这是在呼应美英加了，在欧盟国家里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更早之前的3月份，立陶宛还曾经宣布今年年底前要在台湾设立经济代表处，还以国家安全为由停止在机场使用中国产的安检仪器。作为欧洲人口最少的国家，立陶宛的这一系列动作让它忽然跳到了反华第一线，这令一向反华的欧洲媒体都感到惊讶。回过神来以后，马上给立陶宛点赞，你真勇敢。可是在对华问题上，立陶宛前2年还不是这样的。2018年的时候，立陶宛主动找到中国，希望发展同中国的经济关系，甚至称中国为战略伙伴，还对一带一路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当年年底，立陶宛总理访华，被该国视为重大的外交成就。当时立陶宛上上下下都对与中国的这个经济强国建立友谊兴高采烈。但是短短几年，情况怎么就变了呢？首先立陶宛发现这几年没有从中国身上捞到什么好处。说实话，立陶宛太小了，200多万人口还不如我们中国的一个比较大的县呢。两国经济也没有什么互补性，中国的市场很大，但是立陶宛呢也没有什么有竞争力的产品能够在中国市场上站稳脚跟。立陶宛在东欧国家中战略地位也不怎么突出，中国也没有对它另眼相待。况且它又是在俄罗斯家门口疯狂的反俄，中国考虑到与俄罗斯的关系问题，也不能对它太过友好吧。立陶宛原本想把中国当冤大头，觉得中国随便给点好处就够他吃的了，可结果就令他失望。今年2月份呢，这个国家的官方已经向外界抱怨与中国的合作没有给立陶宛带来什么预期的好处。其次，美国的因素在起作用。立陶宛历史上被俄罗斯吞并过，所以他对自己的国家的安全有着特别的敏感，因此表现出极端的亲美反俄。立陶宛把美国视为保护神，在首都市政厅的外墙上刻着美国前总统布什的一句话：谁与立陶宛为敌，就是与美国为敌。为此呢，立陶宛要处处表现出对美国的感恩和忠诚。所以呢，当拜登拉拢盟友建立同盟体系与中国展开战略竞争的时候，立陶宛便以冲锋陷阵的姿态向美国表示他的态度，表示他的忠诚。对立陶宛这样的国家，我想起了一个词儿：跳梁小丑。立陶宛和中国远隔万里，没有历史和现实的任何的冲突和积怨，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可是他却选择在中美大国博弈当中主动的冲到反华第一线。事实上，美国都没指望他这么做，他这样完全是主动表忠，刷存在感，通过怼中国以获取政治影响。对这样的国家，应该说目前呢有一批，而且都与美国有关。怎么办呢？2个办法，一个是根本不予理会，无视他的存在，无视他的表现，直接拉黑他，因为他跟我们没关系，他叫也好，跳也罢，影响不了中国的空气。二是适当的时候要立威，老虎不发威就是病猫，就没有人把你当回事，更不会尊重你。对那些过分的狗腿子，就要在他难受的地方狠狠地敲打他，就像中国最近对澳大利亚所做的那样，彻底收拾，绝不手软。好，这句话就说到这儿，下期节目再见。